今天填土砌石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，还是防不胜防。之前已经利用枯水期就地取材，对外围的宝坎进行了加高加固，并且通过了雨季的考验。现在听从大家的建议，把这里回填平整。加高后的宝坎高于原有地面1米左右，这次就依照宝坎的高度进行调整。这里的地势呈现左高右低，受地理条件的限制，挖机师傅先要为自己开辟一条能够保障机械通行的通道。房屋周围都是爬坡上坎的地形，哪怕是距离房屋最近的门口，也是个接近45度的斜坡。这样的条件，想要实现蔬菜水果自由，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。挖机师傅先把斜坡的泥土转运到地势低的地方，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石头，为了增加宝坎的强度，这些石头被安置到了宝坎的内侧，这样既能帮助宝坎承受住一部分的压力，遇到雨季雨水也能通过石缝流走。今天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里之前种的葡萄产量不高，一直怀疑是我的问题。当看到这些被挖起来的石头，才意识到问题的真相。偏大有型的石料就叫师傅收集到了一起，因为旁边的斜坡此时已经被挖成了直立面，这样的落差遇到雨季可能会有垮塌的风险。正好利用这些石料做一面挡土墙，我也利用今天空闲的时间把平移门的小问题处理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门的显微器，帮我扶一下。表哥最近小花辆车，你给点建议呗？你让他去瓜子儿市场看一下，我们家那台宝马5系才花了8万多，现在新车店就可以上瓜子买二手，特划算。那么便宜？是啊，瓜子年底有110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实开3天，有手有脚车，还能放瓜子上拍卖，卖二手车，你让他去瓜子就对了。赶紧打开评论区看看吧。之前打造的平移门，大家很期待效果，现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了，目前就只是在开门的时候，这个角落因为缺少限位，还有一点晃动。这次改进后，成品效果还是比较满意。很多云股东在问成本以及配件，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下清单，有需要的可以看看。门在关闭的情况下，侧面是潜入到了墙体差不多5厘米左右，还安装了这种 U 型的胶条做保护，所以不用担心会被风吹倒的问题。如果停电了，电机也有备用的钥匙，可以打开离合开关，就可以手动操作控制。整体算下来，材料成本在8000左右。卖废品还能回血一半，这样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市场上能买到的没它好看，比它好看的这个价格你又买不来。经过挖机不断的清理，收集到的石料也是越来越多，并且这些石头也是很有分量的。为了减少之后人工打造的强度，就让挖机先把这些石头砌筑起来。目睹挖机逐步将构想变为现实，我内心也是深感触动，从未想过实现起来会是这么的艰难。对于未曾在山区生活过的你，或许难以体会房屋周边拥有一块平坦土地的重要性。小时候我便对这种生活抱有抵触，每次下地都像是一场探险，也目睹了父辈们肩挑重担，行走在崎岖山路上，那时候特别羡慕平原的地区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家周围没有邻居的原因之一吧。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，原本设想1天就能完成这里的整改，中途砌石头用掉了大半天的时间，只能明天再继续了。8点不到，挖机师傅就来了。今天做的活就更考验师傅的技能和耐心。昨天虽然整理出了大部分的地方，但是原本就只是计划1天的时间，当时就只是找平而已，并没有考虑表层随处可见的石头。挖机反正也是按照台班计费，就让师傅在昨天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清理，把土壤表层容易被锄头挖到的石头排除干净。就这样又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这里整理出来。今天清理又收集了很多的石料，还是延续昨天的挡土墙垒砌，但今天的石头除了基础的几块石头以外都是比较小的。随着挡土墙的加高，挖机的角度越来越刁钻，并且石头大小不一，靠机械很难掌握放置的位置和方向，这时候还是需要人工与机械协作配合来完成。对于刚刚平整的土地而言，还没有具备排水的功能。为了减轻之后人力的消耗，排水沟的基础也交给了挖机。之前在加高宝坎的时候，特意在左右两侧各自预留了排水孔。我们根据排水孔的位置，将排水沟延伸至土地的最内侧。与此同时，为了有效拦截从挡土墙上流淌下来的雨水，我们还在内侧也设置了一条排水沟，并将其与之前已经改造过的山崖小溪连接起来。就这样，直至夜幕降临，挖机才结束了这里的工作。经过挖机2天的努力，终于让原本站立都困难的土地变得平坦开阔。整改后的地势不仅变得更缓和，也具备了使用的基本条件。现在房屋周围总算有了一块不用爬坡上坎的地方了，也算实现了儿时的想法。接下来要面临几个难题，挡土墙因为石料不够，只砌了下半段。
其余地方应该怎样加固？排水沟在纠结是预埋管道还是砌砖用案板？土里还含有大量的小石头，能种点什么呢？黑豹最近几天就这样喘气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